现在我们开始又做一个简单的开始。这个开始里面呢，讲什么法我也不是很清楚，应该讲比较重要的3个书生呢，昨天我们已经讲了，其他的一些基础的修法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对有些人来说呢是已经听过的，有些人来说呢还没有听过，这就不好安排。但是在今天今天的这个一课这时间里面呢，我们就暂时讲一下这个有关中观的有些问题。其他的这个本来就是想讲一下菩提心的修法，但是这个就下一个星期再讲，今天就讲一讲这个中观的有关中观的问题那这个有关中观的这个问题既是理论又是修法，理论和修法都是。中观的这个空性呢也必须要了解。昨天我们说没有菩提心和出离心之前就要求你们不要求其他的法，但是还是可以了解一下这个中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这个中观的空性听这个法是千载难逢所以听到了这个空性以后呢，也可以每一个人的心田里面播下了解脱的种子，空性的种子。这个种子呢它永远也不会毁坏的，它是要成熟的所以从这方面讲的话也有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昨天我们讲这个3个书生的时候第2个书生就是无缘但是没有听过中观的人来说无缘是什么？没有这个概念，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就很难做到这个无缘从这方面讲的话也有一些意义所以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有关中观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中观本身呢它很广我们也不准备讲那么多就讲一些精华也就是说有些既是简单的又是一些关键性的问题就是讲一些这方面的当你们出离心和菩提心修起来了以后，下一步是什么呢？下一步就是要修中观宗喀巴大师3主要道里面呢，第1、第2是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第3它不是别的，就是这个空心。那出离心和菩提心终有一天你们会修起来的，这是肯定的这是时间的早晚那这个修起来了以后呢就凡是想解脱的人必须要证悟空心才能够解脱。如果不证悟空心的话呢我们的出离心和菩提心发的再好最后还是不能解脱的。昨天我们也讲过我们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人必须要过3个关出离心、菩提心，最后一个关就是这个空心。所以这个空心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就从目前的状况来说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呢就有可能是早了一点时间还早了一点这个空心，也就是说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也没问题，我们提前了解一下，这也就是很好的。所以今天讲一讲这个中观
这中观怎么讲呢？今天我们讲的这开始的题目叫做二谛二谛是什么呢？生义谛和世俗谛。生义谛和世俗谛，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讲。从世俗谛和生义谛从这两个角度讲的话呢，可以讲完所有的这个中观的这个含义。在这个藏传佛教里面呢，分中观和大中观。中观和大中观。什么叫做中观？什么叫做大中观？中观是龙树六论龙树菩萨的这个六论再加上这个吉田菩萨的入心论的智慧品，还有这个月称菩萨的这个入中论等等，有很多中观这叫做中观不叫大中观。它为什么不是大中观呢？因为它直接是第二转法轮它的含义还没有涉及到第三转法轮，所以这是中观不是大中观。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讲的就是远离一切习论，就是远离一切的执着，远离一切执着的大空性。这样的大空性呢，如果这个根基比较好的话当我们修出离心、菩提心的同时也许能够证悟空性说不定就能够证悟空性。譬如说出离心、菩提心的这些修法，反反复复的思维反反复复思维以后呢，就是当这个心觉得很疲劳的时候就再也不思维，然后就心就安住下来。安住下来，心里就不起任何的杂念不起任何的杂念这样安住下来了以后呢一切都是这个这些所有的这些杂念，它自然而然会离开的。当他们离开的那一刹那，如果积累资粮还有这个清净罪业就是这方面的这些条件比较具备的话呢就是在哪一个刹那当中也有可能证悟空性。但是在这个之前还就必须要有这个中观的概念才可以这叫做这个中观那大中观是什么呢？大中观是这个他空中观，也就是叫做如来藏的中观。他空和自空，印度佛教是没有这样子的名字，是西藏人取的名字。自空他空，但是印度佛教当中就存在他空和这个自空的含义。没有这样的名词，名词是西藏人造出来的这个名词。那大中观是什么？大中观就是讲如来藏大中观就是讲如来藏因为它就多了一些含义多了一个光明所以叫做大中观那龙树六论这个中观里面呢，它还没有提到这个光明的一面，所以它还就实际上就是缺少了一些不能缺少的东西，所以这叫做中观也就是说一般的中观这叫做中观另外那个叫做大中观。那今天我们讲什么呢？我们主要讲这个中观不是讲大中观。中观从怎么讲呢？就是从这个生义谛和世俗谛就分二谛分开以后再讲
啊，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很多人就是对这个中观不那么了解的人就听到一些金刚经还有这些心经这些里面就是提到过无云皆空，四大皆空等等的，但是总是不明白怎么无云皆空这个因为这两个实数谛和胜义谛不会分开的话呢，那就是这里面是矛盾重重的就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矛盾。那到底有没有成佛？为什么如果没有成佛佛都不存在的话呢，为什么还要学佛呢如果既然有因果，有轮回，有学佛，有成佛，有度化众生这些都存在的话，那怎么是这个不存在？怎么是空性呢等等等等的这些问题很多人都有，很多人都存在这样子的问题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就是需要分开二谛月城菩萨的入中论的开始的时候呢，他就提到就出来了一个问题，一个争论是什么呢他是讲因果不存在的时候因果的这个关系不存在的时候呢，那就有人就是反驳那么因果不存在的话呢眼睛、耳朵、眼识、耳识、鼻识他明明看见了这个，比如说眼识明明看见的这个色法色法就是外面的这些物质世界我们的眼耳鼻识经常都能够接触到这个物质世界那这个物质世界如果不存在的话呢，那我们的眼睛为什么能够看得出来了耳朵为什么听得出来这个声音就有人提这样子的反驳的时候呢那时候就是制止这个争论。他是怎么争论的呢？他是怎么制止的呢？这个月城菩萨他就把二谛分开了分开了这个回答就这样的问题必须要把二谛分开了以后才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其他人的这些争论我们不谈其他人其他的学者也不会来对我们争论就他们不可能就像我们这样的人来作为他们的辩论的对象，他们不会跟我们辩论这方面我们不用这个考虑，但是我们自己有这样的怀疑所以就是我们要把推翻自己的观点，不是推翻别人的观点，不是推翻某某这个宗教的或者是教派的或者是有些人的观点，就是要推翻我们自己的自身的这个观点龙树菩萨当初这个这个造六论或者无论，释迦牟尼佛讲这个般若波罗蜜多都是不是为了制止其他人的争论，就是为了推翻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们虽然不需要给别人辩论但是我们就是需要这个给自己辩论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些理论这些是很重要现在有些居士呢就说这个理论方面的就不那么重要了，需要实修有些人就会说两个字实修实修当然很好，但是没有理论怎么实修呢是不是每个人都是上等根基如果是上等根基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六祖慧能大师还有呢这个弥勒日巴尊者，他们虽然苦行了一段时间，但是没有通过太多的闻识他们虽然没有经过了太多的闻识但是他们证悟了无上的境界
那我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子的呢？这就很少啊。那很少的话，这就是说绝大多数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啊，不可能是这样的。那我们怎么办呢？啊，就是要通过这些闻识，通过闻识啊，就以后我们的这个修心呢啊，给修心啊开绿灯，就是这个意思啊。没有这样的这个闻识的话，你以后修什么呢？什么都不懂，修什么呢？心平静下来了以后呢，什么杂念都没有，这个是不是修行呢？不是啊。我们都知道很多动物它都会冬眠的啊，它冬眠就好长时间，不是一两天，好几个月啊。但是这个是不是修行呢？它能不能通过这种手段啊能够证悟或者是解脱呢？不可能。所以啊，我们的心里面呢没有杂念也不算很好啊。那需要什么呢？就是需要真知真见。真知真见来自于什么呢？真知真见来自于闻识来自于闻识，所以需要闻识啊。那闻识的话，需要闻识什么呢？彻底的断除我们的这个生老病死的根本的话，必须要有这个空性的见解，才能够彻底的断除。如果没有空性的这个见解的话呢，那是其他的，比如说修慈悲心呢修出离心呢修这个忍辱这些是没有办法的。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出离心、菩提心、空心各有各的优点各有各的作用。三个结合了以后呢，让一个人能够走上真正的解脱道，缺少了一个就不行。所以你们也许想，有些时候说出离心很好好像就听起来什么都不如出离心有时候菩提心很好什么都不用，只有菩提心就可以。有些时候有时候空心很好，就只要空心就解决一切问题但是这三个都需要的对，三个都需要的但是他们是有这个先后的顺序那个最后三个都必须要具备的那这个那个里面的那个空性呢就刚才我们就讲过，月尘菩萨他就分开了这个世俗谛和生义谛，然后就解决了这些问题了。同样的，我们也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要分开。我们分开这个世俗谛和生义谛分开的原因目的不是制止其他人的争论，就是推翻我们自己的原有的这些观点，所以要这样分开这是需要分开的原因这一项。然后分开了以后呢什么叫做中观，什么叫做二谛？首先中观它的含义是什么意思？它的含义就是远离一切的执着，一切的变，二变二变，远离一切二变。二变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凡夫人包括做梦的时候都有这种执着，做梦梦境都建立在这个二变的基础上那么24小时我们的这个所作所为看见的、想的第六意识思维，还有这个眼耳鼻舌的这些感受感觉，一切都叫做二变。那为什么说二呢？有和无这两个是这个对相那个关待的，也可以说是对立的，有无常无常，高低左右上下长短等等等等，我们的思维就不离开这些
所以这叫做这个二变啊。远离了这些二变以后，就是这个中间的道叫做中观，中间的观点叫做中观。那么是不是有一个中间的存在呢？中间的存在不可能有的，中间是不可能有的。那没有中间的话，为什么说中观呢？那我们就是用人类的语言来表达这个空性的话，那就只有这样讲了，只能说中观虽然没有一个中的存在，但是暂时就这样说名词语言表达的时候就这么讲，然后自己去体会这叫做中观。然后呢这个二谛、生一谛和世俗谛。生一谛是什么呢？生一谛是就对我们凡夫人而言看不见摸不着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一个这样的境界，叫做这个生一谛。也就是说我们的眼耳鼻舌思维它从来没有接近过的一个这样的境界，叫做这个生一谛，这叫做生一谛。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眼耳鼻舌还有这个思维看到的这些物质生活、物质世界和精神的世界，在它的背后还有一个另外的世界另外的世界它的背后还有一个另外的世界。这当然不是这个西方哲学里面讲的那个理念的世界不是这样的，它是在这个后面还有一个另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呢？比如说当空中这个有乌云有乌云的时候，这个乌云被风吹散了以后呢，它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蓝天。就是蓝天同样的，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就是像一个乌云一样的就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像乌云，它就覆盖了一切这个本来的面目，它不让我们看到本来的面目。那么现在我们就是就要找一个有力的东西，比如像风一样的能够吹散这些乌云的，我们要找一个这样的手段采取一个措施。然后呢，当这些东西吹散了以后，消失了以后呢，我们就会发现另外一个世界这虽然也不是一个世界，但是就名字可以这么用。它也不存在世界不世界的概念。这个境界叫做生一谛，这个境界叫做生一谛这个境界谁知道存在一个这样的世界？佛、菩萨还有这个凡夫人当中呢，也有一些这个证悟的人，他们呢随时都是在这个境界当中进进出出的，他们随时都可以进入这个境界他们知道但是我们凡夫人有没有办法知道呢？也有办法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手段呢？我们不能直接去体会它、感受它但是我们用通过理论来抉择可以抉择这样的空性。这个理论就是在中观里面所讲的这些中观的因中观里面有很多这个逻辑，但是这些逻辑今天我们不讲就是讲一个这两个的概念总体的概念细节的还不讲那生一谛就是一个这样的叫做生一谛然后世俗谛是什么呢？世俗谛是我们最了解的我们24小时当中经常接触的这些就是世俗谛，所有的一切叫做世俗谛
眼耳鼻舌他们所看见的，然后第六意识他所视为道的，这一切叫做这个实属谛，这一切叫做实属谛。那这个实属谛当中呢就包含了这个因果、轮回、学佛造业、行善、成就、堕落还有这个物质、精神、时间、空间一切都在这个里面了。在这里面呢也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其他的就是古代不存在，现在存在的，或者是将来发生的，这些也都包含在这个实属谛当中。佛也讲过，佛讲过什么呢？佛说我不争论世间人，但是世间人就争论就争论佛为什么呢？佛就是说世间人所承认的他也承认，世间人所有的他也承认有，世间人所没有的他也承认没有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佛就是从这个实属谛的角度讲。实属谛的角度讲的话呢，那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算不算是一个物质的东西呢？这个可以承认的。还有很多其他的也都可以承认的，可以说是一切都是存在的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刚才我们讲了也有轮回也有涅槃也有这个善恶都存在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的眼耳鼻舌的观点，它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存在呢？我们还要通过其他的理论来考验它能不能考验得起从我们的眼耳鼻舌的角度看的话这些都是存在的这些都存在的，这叫做实属谛。实属谛，那这个实属谛和生义谛每一个物质上面都可以分这两个层次。比如说一栋房子，那这上面也有这个生义谛和实属谛两个都存在怎么存在呢？从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从它的角度去观察的话呢，就是存在在实属谛当中呢，就是存在一栋房子。它在实属谛当中呢它可以起作用在人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它可以起作用它也是一个存在的东西。从这方面讲，这就是这个实属谛实属谛。那另外一方面讲的话，生义谛是什么呢？生义谛要观察观察什么呢？刚才我们是看见，我们的眼睛明明看见这里有一栋房子但是它是不是真实的存在呢？这个我们的眼睛它是没有办法，它只是看到了这个东西然后它没有能力去抉择去辨认这个是不是真的，是真的是假的，它是没有办法，它只看到这个现象。比如说我们眼睛生病的时候，这个得眼病的时候有些时候就可以看白色的东西都看成了这个黄色，还有些时候白色雪山这些又看成了这个蓝色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它这个白色是实在的那黄色和蓝色是虚幻的。眼睛它自己是没有办法，它没有能力去谁是那一个是真实，那一个是不是真实。但是我们的第六意识他去这个分析，那么他分析的
这些证据的来源是什么？来自于什么呢？还是这个岩石，还是这个岩，它没有生病之前是白色的，所以他用这个逻辑推理的话，他不可能突然间变成这个黄色的。比如说雪山我没有生病之前很多年一直都是白色的，那突然间它为什么变成黄色？这肯定是我的眼睛有问题不是它自身发生了什么这个变化，是眼睛的问题。他是这样推理的，推理了以后呢，他就知道这是黄色，现在看到黄色的雪山的这个颜色是不对的应该是白色的。但是他的这个证据还是来自于这个以前的这个岩石，他们是相互这样关待的，相互关待。但是要超越这个境界的话，他两个都没有办法。眼睛他也只能看到这些东西，平时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他不能超越这个范围他不能超越这个范围。然后意识呢，他的所有的这些证据都是来自于这些这个眼耳鼻舌的感受。那除了这些以外呢，他也没有办法他也不能这个超越这个境界。所以他们两个都是在一个范围里面，他不能超越这个范围。这范围叫做实数地这范围叫做实数地。这个实数地当中呢已经包含了古代的很多的这些学科现在的科学、哲学等等的很多都在这个实数地当中。刚才我们讲了佛说他不争论世间人，这是什么意思呢？佛是说从名言，从这个实数地的角度来说，世间人就是不是人的观点而是人的眼耳鼻舌。人的眼耳鼻舌看见的东西呢佛也承认看不见的，也就是说如果存在的话应该看见，但是没有看见的这些呢，佛也承认这些是没有的，佛也承认这些是不存在的。所以佛就是不争论这个世间人。世间人争论佛，世间人为什么争论佛呢？佛的境界就已经，佛讲的这些境界呢已经超越了这些我们的这个这些眼耳鼻舌的范围。所以世间人就是不能接受，他们就是会这个争论佛。实数地就是这样子的这叫做实数地这前面我们讲的是一个实数地和生义地的大概的概念就是这样子。那这两个切换实数地和生义地怎么切换到底呢其中一个是真理还是两个都是真理呢？现在我们是那个凡夫人这两个是没有办法切换的，我们只停留在这个实数地的这个范围当中永远都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生义地。但是一地以上的菩萨他是这个一会儿就是实数地，一会儿就是生义地他一会儿是生义地是什么呢？他进入了这个空性的境界，他就是生义地了他又出来了以后呢就是实数地了实数地但是现在我们呢只知道有一个生义地的存在是没有办法亲自去证悟。那佛呢永远都在这个生义地当中，他也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实数地但是佛知道实数地是什么样子，佛知道众生在实数地当中干什么，他知道他自己呢已经远远的超越了，所以他永远都在
都在这个生意地当中。那我们可以这么有3种人一种呢一直都在这个世俗地的范围内另外一种呢一直都在这个生意地的范围，另外一种就是在这个世俗地和生意地当中呢来来往往的。生意地当中一直都在生意地的境界当中，这就是佛刚才讲了。一直都在这个世俗地的范围的呢，就是我们凡夫人那这2个世界里面来来往往的就是这些菩萨，一地以上一地到10地之间的这些菩萨菩萨呢他进入了这个生意地的境界的时候呢，立即就是消失了这一切的现象不但是没有杂念，而且眼睛也看不见东西耳朵也就不会听见声音那么是不是聋了呢瞎了呢？不是因为那个世界里面呢这个世界里面本身就是不存在这些东西，本身就不存在，所以佛就这个境界当中呢就不会发现，不会感觉到这些东西本身就是不存在的那菩萨从这个定当中呢出来的时候呢，他就会看到东西看到东西，因为他来了这个世俗地的世界所以他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有形形色色的这些物质啦、精神啦各方面的这些，所以他感觉到那现在这个第一种人就是凡夫人，他需要做的是什么呢？他就是需要超越他需要超越这个范围他需要超越了以后呢他就发现原来还有一个另外的世界可以走那这样以后呢，他就知道了这个世界的存在以后呢，他就知道这个世界和现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两个比较的话，那就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他就对现在我们的这个世俗地的这个世界他就明白了它是虚幻的这样以后他修行了以后呢，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就慢慢逐渐的消失了消失了以后是不是什么都不存在呢？不是最后还是会出现如来藏的光明刚才我们正在讲的是什么呢？是中观，不是大中观，但是中观最后他必须要承认大中观的如来藏最后是这样的。世俗地和生意地大概是这样子那这个世俗地当中，现在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目前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不是要去了解佛的境界也不是去这个证悟菩萨的境界，这个对我们来说呢就离得太远了。现在我们需要的是什么呢？需要推翻我们的那个观点这个我们能推翻吗？能推翻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执着，每一个执着它是没有理由的它没有什么理由它没有什么这个有理由的基础所以这个很容易推翻。目前我们最关键最主要的是这样子这个怎么推翻它是有很多种的这个推翻的方法推翻方法，那我们今天在这个里面呢就只讲一个一种这个推理的方法，或者是2种推理的方法，其他就不讲了其他以后你们自己慢慢的学第一个是什么呢本来我们的这个那个俱舍论里面呢他虽然讲了五蕴12处呀18界有很多18种
但是我们平常啊，就一般凡夫的人只感觉到一个精神的世界和另外一个就是物质的世界其他太复杂的这细节的我们不用讲，就是想就成立。首先我们要看外面的这个物质的世界，首先说它的不存在，它是怎么不存在呢？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有这种想法。物质世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实实在在的东西，那怎么能够说它不存在的呢？怎么能够说它是不存在的呢？就很多人就有这样的疑问。首先我们要知道谁知道它是实实在在的呢？首先我们不用讲很多，谁知道这个物质世界这是谁实实在在的呢？是我们自己学来的呢？是老师呀或者是其他人教我们的呢？是我们自己感觉到它是实实在在的？谁说它是实实在在？首先就是要问一下这个问题那不是老师教的也不是父母教的，也没有这个其他人说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如果有人说的话，那也不一定是靠得住。是我们自己感觉到这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这是实实在在的呢？是不是比如说有些人呢，首先是不学佛的，不信佛的后来就是看到了一些佛经上的理论觉得这个很好有道理，然后就开始信佛了是不是像这样子的？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后来就是有看到了一些书呀，或者是就是找到了一些理论呢然后觉得这是实实在在都不是我们从来都没有没有看到什么书呀，没有找到什么理由然后就是说这是实实在在，就是生下来的时候都有这种天生的先天性的就有这种感觉那个时候就是执着就存在一个我然后就是存在我说就是外面这些那我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从来没有想过他有没有什么这个证据理由没有想过这是就是理所当然的接受这样子的这个观点，所以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这是实实在在，那是我们自己的感觉，是我们自己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那我们自己认为这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比如说这墙上的这个白色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白色，我们眼睛看得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墙的颜色肯定是白色的但是这是就前面我们讲的，除了我们眼睛睁开的时候就眼前看得到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相信它是白色。有没有其他的理由呢？那就没有其他的理由了没有其他的理由。对，那如果没有其他的理由，只是眼睛它自己的感觉，它没有其他的证据的话，那我们的眼睛是不是靠得住呢？是不是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是他说了算呢？这个不是我们都知道，眼睛它是实际上不说生意的这个世俗地的微观的世界我们的眼睛都没有办法去看得见。那微观世界之后还有东西的存在这个我们的眼睛更没有办法去掌握所以就是在这样仔细的观察分析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证实它是真正的存在，实实在在的，谁都拿不出来证据比如说其他很多的这些仪器这些来测量到这个温度速度等等等等这个能不能证明它的存在呢？
温度、速度，它的这些仪器仪表是我们的眼睛去看它的是眼睛，如果没有眼耳鼻舌的话，谁知道这个仪器能够测出这些东西？最后还是这个眼耳鼻舌，它在做主。那它现在我们就找不出根据了，找不出证据，它是真正的这个不是佛让我们这样想也不是龙树菩萨或者是另外一个人让我们这样想，就是我们自己这样思维让我们这样思维的话，我们能不能这个说得出来它的这个证据呢？它是白色，它实实在在是一个白色的墙这个证据拉得出来吗？拉不出来，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做梦的时候呢，就是这样子，也看得见现在我们在真正在讲课呢，还是在梦见讲课就是在一小时或者半小时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这个辨认的。时间长了以后呢有办法但是时间不长的话，就是半个小时之内让我们分析现在在做梦还是现在在真正的讲课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办法拿出证据，我想你们谁都拿不出证据，这是梦境还是真实你们听得见这个声音是在梦间梦里面就看见这个听到这个声音呢，还是真正的听到声音？就是在半个小时之内，你们就把这个证据拉出来能不能拉得出来？这就是拉不出来的。为什么拉不出来呢？因为两个梦境和现在，就是因为两个世界都是虚幻的，所以拉不出来，所以拉不出证据或者是半小时，或者是10分钟我要求你们在10分钟之内谁拿得出来这是不是梦境的话，你们能不能认真的这个思维一下，谁能够拿得出来这个证据？没有人拿出证据的。没有人拿出证据。为什么拿不出证据呢？因为这两个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所以拿不出来。也许说这个肯定是在讲课呀，肯定不是做梦刚才我从外面过来，我也没有睡觉，就是从外面过来的，就是在来听法的。如果是做梦的话，在这个之前睡觉，然后就是做梦没有睡觉不可能做梦了也有些人会也许这样想，但是这个梦里面我们也可以这样看得见也可以梦见这样子，所以这都不是证据都不是证据那这样讲的话呢第一，我们没有拉出来这个强势实实在在的。第二个，没有拉不出来，现在就是不是做梦的证据今天我们没有讲这些中观的这些很多的逻辑，这是从一个很简单的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这样子的比较容易懂到的角度去说，这样的话呢都拉不出这个证据。现在至少我们的心里面呢就开始产生了一种怀疑到底我们是不是正在做一个大梦大梦小梦是什么呢？晚上睡觉以后做的那个梦就是小梦现在白天的这个是大梦，大梦里面有小梦是不是正在做一个大梦也拉不出证据了，那就最后就是就稀里糊涂了更糊涂了。本身就是很糊涂的生命，我们只知道这个生命的中间的一段前面的生命的前面，生命的后面本身就是很模糊的，谁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然后本来我们以为这个中间我们都很了解的，但是现在这样说起来，中间到底我们在干什么我们也说不清楚所以凡夫人的所作所为所见所闻
从来是不会有什么证据，从来是不会有什么根据的但是范夫人不愿意这样想，他就是想做梦也好，不是什么也好，他不管这些，他是拼命的去做这些挣钱现在这个世界来说，就是挣钱，没有别的目的了。其实做这些事，其他的做梦也好，什么也好，他不管但是实际上好好的思维的话呢，就是就拿不出这个根据。那现在这个理论的结果是什么至少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过的，至少让我们升起一个怀疑疑问我们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在做一个大梦这个就出来了。以前是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是仔细的观察的话，从来都想不到的这是说我们没有理由的是另外一个，这是一个原因从另外的角度讲，中观里面的这些分析的方法来讲的话，那就很简单一会儿就知道原来我们都是不存在的这是很简单的这个比如说那个龙树菩萨呀、月称菩萨他们是通过五种或者是七种理论来抉择的，但是我们不用讲那么多的我们简单的说譬如说一个车上面的所有的这些配件零件拆下来了以后呢最后就是这个一大堆零件不是车然后这每一个配件在这个分解的话呢最后就是一些铁也不是一块一块的铁也不是配件然后它再分解的话，最后呢它是一大堆的分子也不是什么这些零件等等的那再下去的话是什么呢再下去的话呢，最后这个我们以前讲过，今天不是很详细的讲最后是什么呢？最后都就是所有的这些物质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的这个眼前就会消失的，所有都消失了，都不存在了，都没有了这是这个从物质世界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这样比如说大的方面讲，就是这个地球是在这个整个银河系里面的一个粒子，一个很小很小的粒子然后在这个地球上面再分很多以后呢，在这个粒子当中有粒子然后再分下去，最后呢在目前实践的这些观点是种观点，没有人能够说清楚最后是什么样子，但是佛已经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后最小的一个分子它不可能永远无穷无尽的，它也不可能不再可以分，它可以分到什么程度呢？分了以后就没有了。这个以前我们讲过，比如说10块钱我们就换一块一块的，然后用10个人来，每个人就要1块钱，然后就拿走了以后就没有了，后来就没有，最后就没有了同样的就是这样分解了以后呢，最后就会消失的最后最小的呢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没有这些逻辑的话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讲了车，然后一栋房子还有一个这一块布一块布，我们现在就是一块布穿在身上，大家都认为这是一块布然后就分解的话，这个字不是布就是线那个时候不是布就是线然后线再分解的话呢，比如说这个羊毛的话，那就是羊毛不是线就是羊毛
啊，羊毛一根一根啊，可以再分解，分解了以后呢是微尘，也不是羊毛，就是微尘，微尘再分解了以后呢啊，最后就是这样子。那刚才的布啊去哪里呢？线又去哪里呢？啊，然后羊毛又去哪里呢？都一个一个的消失了，都一一消失了啊。每一个物质，每一个这个东西都可以这样子分解，分解了以后，最后分到地就不存在，就没有了。这是从一切的物质，就是从空中生，从空中灭啊，就是在这个空中啊，就是这个空性当中产生啊，空性当中毁灭，现在也不离开这个空性啊，外面就是这样。然后反过来观察我们自己啊，我们都知道人是什么样的，人是用什么东西啊构造，这就很简单了啊。我们都知道啊，在佛经里面呢讲这个是有五蕴啊，还有这个气中那个气中不是18种，气中啊，有这样很多的分解的方法啊。但是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人的身体肉体啊，肌肉骨骼皮肤等等等，这些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可以分解的啊。然后这个精神啊，就最后生下来的是精神啊。精神，所谓的精神就是我们的意识啊。如果这个眼耳鼻识呢眼根它不存在的时候，这个眼耳鼻识眼识鼻识它也不会，它同时也会消失的，不会存在的。但是最后这个意识能不能够这个存在呢？意识它也不可能单独的存在。意识怎么不存在？我们也有办法逻辑可以推理它是不存在的。但是这不是最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平静下来，平静下来了以后呢，就是去观察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你们也会发现的，也会发现它的真理。我们以前一直认为我的心在想什么呀，我的心在干什么呀，等等等等这个我不同意这个我能够接受等等的，我们都认为这心在接受，心在排斥不是我肉体它是无所谓的，只要心愿意的话，它可以接受它是心的意识的容忍一样意识安排他去做，他就去做他不愿意的，比如说意识让他去这个接住这个火他一接住了以后，他会毁坏的。但是心愿意的话，他必须要听这个命令的。所以他是无所谓的。最后生下来的呢就是这个意识。但是意识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东西呢？这个就是只有问他自己，最好是问他自己。其他的东西是看不出来的。你们看现在的这些仪器能不能测量它？没有办法测量它的本性，因为心里面产生各种各样的这个愤怒这些时候呢，它会影响到大脑或者是身体的其他部分他们是通过这个它的反应来推测它这个心的本性心的本性直接是没有办法测量所以它存不存在就是要问他自己问他自己怎么问呢那就是反过来看他然后这样以后呢，就因为它的层次不一样，这个手段的层次不一样精度不一样所以呢它就是一般是中观，然后这个大圆满等等等等的它最好当然是这个大圆满的手段方法去问它是什么东西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明白的但是我们的出离心菩提心这个没有具备之前问他不会回答我们它是什么东西他不肯回答我们的我们也不会问那出离心菩提心这些都具备了以后呢，那我们就一问他
啊，他立即他愿意露出他自己的本来面目。所以啊，就是这个心它是一个比较厉害的，所以其他的这些方法有是有啊，但是不是很有力的。最好就是要问他自己的方法呢。今天我们在这里不是不太说这些啊，因为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修法，这些你们的这个出离心啊、菩提心啊差不多的时候啊，然后再指点也没有问题啊。这些还没有成熟之前说了也没有用啊，说了也没有用，等于是没有说，等于是没有讲最后要问他自己。对，这样以后呢，现在我们就有什么东西呢都不存在了，就外面的东西现在我们自己都知道这是一个幻象啊。那最后一个希望就是它存在，我们希望它存在，凡夫人都喜欢执着嘛，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它存在啊。什么都不存在的话，开始害怕了。有些人打坐的时候呢，就刚刚有一点点接触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就害怕了，立即就害怕了。打坐的时候很多天都不敢打坐，他就一看就一发现了这个自己不存在，我不存在的时候呢一看到了以后呢，就很害怕。那我不存在的到底是什么东西？但是这个正常的现象，这个不用害怕，是正常的现象。这我们可以要超越这个，这是一个临时的一种恐惧。因为以前从来都没有感觉到，我们就认为我是存在的但是现在一看到了以后呢就是实实在在它是不存在的。现在我们找不到它的存在，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找不到它的存在，然后就开始这个害怕了，对，这个也许你们当中也有经历过这样的这是一个离空性有一点点接近的一个这个现象离空性。比如说我们的手有一点这个接近火的时候呢就开始感觉到这个温度如果离得很远的话呢，就是那边有大火但是在这边我们感觉不到。同样的佛经上面呢讲了那么多的空性，但是我们自身就没有什么影响现在这样这个比较接近的时候呢，开始有一些反应了。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害怕就以前呢一直都认为我存在，但是现在一看到不存在以后呢，就开始感觉到害怕但是后就再过了以后呢，他知道本身就是这样子这个也没什么可害怕，这不是我现在才没有，从无始以来都是这样子，但是我还是活下来了，所以呢也不用害怕这是先空无别，所以也不用那么害怕这样以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物质的世界它也不存在那这个精神它也不存在，那这之间还有可以其他的东西存在吗？本身我们就认为就是这两个东西，其他没有了其他没有的话，这两个不存在，那还存在什么？那就是说明没有一个东西是存在的那这就是我们从我们目前就这两个世界里面的来往关系，但是这是我们这个在意识稍稍感觉到而已，不是能够真正的体会这个空性这个空性叫做生一地前面的那个不观察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叫世俗地，这两个呢从来都不矛盾前面我讲过有些人就会怀疑，就金刚经、心经读了以后呢就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这个矛盾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生义谛的空性和世俗谛的这些现象是矛盾的，他自己认为这是矛盾的，所以呢是空性的话不可能是这个有这个轮回如果有这个轮回的话不可能它是空性的，这是他自己这么认为的实际上这两个是不矛盾不矛盾，一点也不矛盾的刚才我们也知道就很多的这些分支组成了以后呢，慢慢就这个很多的微尘组成了以后呢，一些特殊的微尘组成了以后呢，就变成了这个羊身上的这个羊毛，然后很多羊毛就可以组成一个毛线很多毛线可以做一个衣服，可以做一个这样的衣服那它的分解它的组合都是一样的，分解也就分解不分解，组合不组合，它本身都是一样这叫做这个实殊谛分解了以后呢都不存在的这个空性叫做生义谛它本身是不离开这个生义谛的，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说呢它是存在的，因为它是一块布，所以我们可以做衣服穿在身上这两个是不矛盾的，所以我们刚才前面讲过每一个物质上面都可以分这个实殊谛和生义谛这两个都可以分那现在我们知道了以后呢，这是不是仅仅是一个理论它怎么去实现这是肯定要实现的这不是光是嘴巴上说的，要做的要做怎么做呢这个现在还不着急昨天要求你们就是要先把出离心菩提心做起来，然后再说出离心菩提心的基础扎实了以后呢我们可以保证每一个人都是很容易轻轻松松的进入这样的状态没有这样的出离心菩提心的话，你们求的观定再多也好见的活佛再多也好参加的法会再多也好，这都很难的很难的，主要是学法修心不在于外面，就是要从内心里面就是寻找一个非常安全的出路，然后就是要努力的走上去才可以。外面如果有办法的话，不可能比佛还这个还厉害的这个活佛也好什么其他的人也好，不可能有。如果佛是这样佛能够把我们就是这样强迫性的解脱的话，今天我们不可能在这个轮回里面，佛是肯定是会想一切办法把我们解脱，但是因为佛就给我们讲了很多的这些指点了这个修行解脱的道路，但是我们自己没去做，我们永远都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首先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空性，然后空性知道了以后呢，我们要去修怎么修呢？修法具体的修法是什么？就刚才这些理论，还有在中观里面有很多的理论，首先你们要把这些学会学会了以后呢，就思维最后以后呢，就深深的体会到感觉到一切都是空性这不是那个时候不是说经书上说是空性，所以应该是空性，不是这种概念自己去这个观察的时候呢，自己无论是经书上说也好不说也好自己就是有一个深深的体会，这个体会这体会叫做见解，这是一个初步的见解，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把它这个时间要这个延续下来，这叫做修行。这个时间这个时间越长越好，越长越好因为现在我们呢就是24小时都是这个执着的境界当中
然后以后我们证悟了以后呢，这个证悟的这个境界就是它越长越长，那执着的这个时间呢就越短，自然就越短了，对，这样就可以进入了这个空性。这空性也有很多种的层次开悟、证悟这些都有很多的层次，很多的层次。刚才讲的这是一个最初步的一种最初步的一种这个境界，然后这上面呢再发展就最后就可以证悟真正的这个境界，空性的境界。那个时候呢，可以彻底的推翻我们的这些执着，那这些原有的这些执着，因为这两个是一个对立的东西，矛盾的东西，无我和有我那无我的这个见解稳定了以后，发展了以后呢，自然就推翻了这个有我的这个观点这是很重要的。最后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要证悟这个空性呢？从小乘的角度来说，是为了我得到解脱，生死要解决这个生老病死，所以我要证悟这个空性。但是从大乘佛法的角度来说，不是这个那我为什么要证悟空性呢？我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所以要证悟空性那我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为什么要证悟空性呢？如果我不证悟空性的话呢我再无自私的奉献也好，无自私无条件的付出也好，总是有一个我执着如果有这个执着的话，我肯定有这个自重他轻的这种念头呢，还是不能彻底的放下，还是存在的，多多少少会存在的。如果它存在的话呢它不让我这个无自私的奉献无条件的奉献，它不允许我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要把它推翻掉它推翻了以后呢，我就自由自在了，没有人控制我了那个时候呢，已经这个执着我执都不存在了。我执不存在的话呢他不会要求我自己要做什么呀，我自己要怎么好他没有人要求这些了。没人要求的话，那个时候我就可以自由自在的去度这些众生那个时候呢，我的唯一的工作就是度众生的事情，没有人控制我，没有人要求我为了自己做什么什么什么现在呢我们口头上再说无自私的奉献无条件的这个利益再说也好，再想也好，推翻不了他的话呢他会控制我们。所以大乘菩萨他不是为了自己得到解脱而证悟空性，他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能够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所以要证悟空性这最后证悟空性的这个目的是很重要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最后大乘菩萨他超越了六道轮回，但是他不离开六道轮回最后的结论是这样子，要达到这个境界。为什么说他超越了六道轮回呢？因为他不在六道轮回的范围他不受这些六道轮回的这些影响他不染一尘不染，所以他就是超越了这个六道轮回的范围。那为什么说不离开这个，不脱离这个六道轮回呢？刚才我们讲，他虽然这个证悟了空性这个境界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的境界，但是他是什么？为了什么呢？他就是为了更好的利益众生，他没有脱离这个六道轮回就是这样。最后的我们要达到的境界，我们的目标从空性证悟空性的角度来说呢，是这样子的这是中观的世俗谛和胜义谛的一个概念就是这样然后讲的时候就有点乱了，因为我事前都没有安排没有准备
所以一会儿就讲这个，讲那个，然后一会儿就讲这个结论呐，一会儿就讲这个手法呀，要乱了，但是你们自己去分析，大概就是这样子的。今天就讲到这里。说那么第一堂就是把人当年别的能把人讲这个能接网络的这边做连着啊，就是修。